这棵树可真大。荣爷爷，哈哈，是香菱回来了呀，老远就觉得好像有你的气息。爷爷，这回我还带了好多朋友来看你呢。香菱的朋友，我可得好好瞧瞧。原来还是没找到你娘吗？唉，人海茫茫，这种事多少都得看运气了，急也无用。倒是你这孩子，这回出去吃了不少苦头吧，人也瘦了，瞧着稳重些，没以前那样使性子。爷爷，你说什么？人家哪里使性子过？还得谢谢几位一路上照顾香菱。她自小身边就没有爹娘，在这山林间无拘无束长大，倒还养出些脾气，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有麻烦，他挺好，再好不过了。小灵儿本性至纯，毫无造作，确实极好。爷爷，你看吧，他们都夸我呢。再说，我哪里有什么无拘无束？以前去红叶湖还遇上讨厌的人，把我的尾巴，总之讨厌死了。红叶湖，对呀，是一个有好多好多红色叶子的树，很好玩的地方，离这儿不远的，说不定屠苏哥哥小时候也去过呢。红叶湖，尾巴，你是那只闯进熊洞的小狐狸。熊洞？那只讨厌的大熊？屠苏哥哥怎么知道？弄半天，你俩以前见过啊？不过，好歹也住这么近，勉强算半个邻居了。香菱，你的尾巴……屠苏哥哥，屠苏哥哥，不会就是害香菱尾巴掉了好多毛，尾巴尖尖都没有了，变成圆尾巴的那个讨厌男孩子吧？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的，对不对？屠苏哥哥，快说呀！抱歉，又是顽皮，害香菱如此。
不是的，兔兔哥哥，你骗我！好你个木头脸，当初小小年纪，竟然就对香菱做出这样人神共愤之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孰可忍，审不可忍！你今天一定要给个交代。苏苏小时候是个坏孩子，嘿嘿，还真瞧不出那会儿的恩公。自从那以后，香菱就再也不敢去红叶湖玩了，好怕再遇到那个人。尾巴渐渐没有了，也没能长出来。香菱，我……好啦好啦，你这孩子怎么说着说着就哭起来？都过去多久了，也算不上什么天大事。如今既然遇上，还成了要好朋友，可不就是你们俩之间有这个缘分，也未必是坏事啊。缘分。爷爷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和兔苏哥哥有缘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种事情可不正是十分玄妙，说又怎么说得清楚？我看香菱的这位朋友气宇轩昂，早不是当年孩童，谁年幼时没做过几桩顽劣之事？你这孩子可也没少闯祸呀。尾巴那事就别往心里去了。再说圆尾巴有什么不好？爷爷瞧着特别可爱，别的小狐狸还没有呢。香菱知道了。哈哈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不算又如何？还要怎么翻旧账啊？猴儿，你可别再煽风点火的。我这还不是想着替香菱出口气，木头脸也太可恨了。香菱，实在对不住，当初并非有意。兔苏哥哥，别说了，那个事情香菱也不说了。百里公子，你别让小灵儿一个人静静好了，估计心里还打着鼓呢。多谢前辈适才出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得出你们都很照顾香菱这孩子。说来，他也算身世坎坷。父亲是海外青丘之国的九尾天狐，母亲却是凡人，人与妖相恋，终不得圆满。人与妖就不行吗？这世上许多东西本是说不清楚，旁观的也很难明白。总之，有情人最后散了，却留下孩子独自受苦。
香菱说他爹过世了，九尾天狐听起来挺厉害，也会生病吗？还是……他爹昔日卷入青丘之国内权势争斗，决心与对方同归于尽。赴死之前，最后一次来到紫荣林，将香菱托付给我，还把他的一部分力量传与亲女，不然以香菱之幼，根本不可能化为人形。原来是这样。香菱渐渐长大，总不能一辈子留在这个紫荣林里。如今青丘之国的国主，也就是他的亲叔叔，来过几回，想把香菱带去那边，这孩子却不愿意。我让他去寻自己的母亲，虽然渺茫了些，其实是想让他出外历练历练，能结交知心朋友，是香菱的福气。往后也麻烦你们多关照这孩子，他没什么心眼，有时候看着娇蛮了些，却真是个好孩子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香菱。爷爷不要担心，香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自己也能顾好自己的。这样我就安心了。是阿祥，出事了。什么？紫荣林外似乎来了一些灵力颇高之人。百里屠苏，你这天庸城逆徒，还不快滚出来！又是木头脸的师兄，这帮人还真阴魂不散。不是师兄，是林端。此人素来心胸狭窄，今日来此，恐不异语。百里屠苏，你难道是怕了？这样的懦夫，也配做执剑长老之徒？你们勿动，我一人出去，看他有何打算。公子且慢，对方应是有备而来，你单身前往，岂非不妥？是啊，恩公，那什么端听着就不像善茬，最多不就打架吗？哼，谁又怕了？都出去就是啊。屠苏哥哥，香菱也要跟你一起。苏苏，还是大家一块儿吧，也省得我们担心。百里屠苏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藏头缩尾，可休怪我们不客气。一把火把这林子都烧干净了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躲？不好！啊，着火了！这可是树林，烧下去还得了？那个灵端太狠毒了，得想个什么法子把火灭了。出去！啊！这是离火之阵，寻常方法不能令其熄灭，只有去紫荣林外，让灵端罢手。那我们快去找他，烧得久了，这里就全毁了。
畜生！龙爷爷，我们这就出去想办法救你。爷爷一条性命实在算不了什么，但千万不能让这林中百千生灵毁于一旦呐！我只能以微薄灵力，暂且保护起其他草木，帮不上你们更多的忙了，自己多加小心。前辈，你等着，我们一定要去阻止那些混蛋。